一位东北大妈自称是慈禧转世，还说自己是外星文明的地球代理人，靠着这些鬼话，她总共诈骗了35个亿呀。被他骗的1万多个学员里面有很多都是社会精英，其中呢47.3%是硕士以上的学历，还有很多是世界500强的高管。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心甘情愿的把几百万上千万的血汗钱拱手送给这么一个骗子呢？大家好，我是海燕，今天呢我们就来彻底揭穿这场披着灵修外衣的巨型骗局。张馨月本名叫张达尊，1974年5月出生于辽宁沈阳。他对外自称是东北某重点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还说自己曾经在高校教过对外贸易。1999年25岁的张馨月在吉林开了一家叫做印象女人的形象策划馆，说白了呢就是美容院。但是呢，张馨月这个人脑子比较活，他发现美容院的有钱太太们呢，不光想变美，心里呢还有一些烦恼啊。于是呢，他在做美容的时候就会跟客人聊天。他说：“姐，你这面相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命，但是呢，最近印堂有点暗，得做点精神提升。”靠着这一套话术呢，他美容院的生意越做越火，他也积累了一批高端客户资源。2006年啊，张馨月接触到了台湾人林显宗的心灵成长、维持深层沟通等这样的邪说。这个林显宗呢，自称是水月星人，还说水月星灭亡之后，他转世投胎到了药王星和织女星。同年呢，张馨月又参加了德国人雷瓦特的灵修课程。他呢，把这2套歪理邪说糅合在一起，再加上自己编的一些东西，到了2007年下半年，一套张氏的灵修体系就这么出炉了。张馨月把目标人群锁定在有钱的精英女性的身上，他打出的旗号是传播大爱、心灵成长、创造丰盛。一旦有女人上钩了，想当学员，第一步呢就是交钱，他美其名曰考验诚意。等钱交了之后，张馨月就开始下猛药了。他先是把自己编了一堆的头衔，通往神的管道、新文明的使者、外星文明的地球代理人，甚至呢他还说自己是清朝那位慈禧太后的转世。接着呢，他把量子科学里的波粒二象性跟民间鬼神之说胡乱的拼凑在一起，炮制出了一套听着是高深莫测，实则是狗屁不通的宇宙能量理论。他声称自己能帮学员下载宇宙的高频能量，然后呢链接外星力量等等等等啊，还让这些能量能帮学员变有钱，改变命运。他还说自己能够远程的治疗疾病，能通灵啊，能预见未来，甚至说自己能够灵魂出窍，死而复生。他的组织里呢有一个咒语叫做咋好咋整，而且呢还必须得用东北话来念。跟我说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啊，那我也得好啊，咋好咋整。今天开大的一件事。有些南方的学员就质疑了，说为什么咒语非得用东北话来说呢？导师的解释说，是因为张馨月是东北人，必须按照东北的口音来念才管用。念咒语的时候呢，还要一边念一边拍自己的大腿，啪啪响，越响越好。据说呢，这样能够搭建新的神经链，获得高频能量。你可能觉得这太离谱了，怎么会有人信呢？是傻子吧这个人？但统计显示呢，受害者当中47.3%的是硕士以上的学历。就是大家已经激动的不行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很多人忍不住，我一定要达成什么什么东西，我一定要跟这个体系在一起，为人类做贡献，什么为中华之崛起而成长什么之类的这些很高大上的这种口号啊喊的。人家本来就傻，你还逗人家？这些受害者呢，很多不是被陌生人给拉来的，而是被自己的闺蜜、被自己的老同学给邀请来的。有的学员第一天就交了100多万，就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张馨月还提出了一个极其离谱的说法，那就是全球3000张拼图的说法。
他说全世界有3000张拼图是从外星球散落到地球上的，他自己就是第一张拼图。学员们交钱之后就能成为剩下的拼图，谁交的钱多就能够收获的能量就越多，所有的拼图拼在一起就能拼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共振全球10亿人。成为拼图的人死后能够飞升到更高的维度，下辈子呢就不用再来地球受苦了。平常看到的维度是咱们看不到的东西。徐老师是神一样的存在。从2007年到2013年，张馨月亲自授课，搞了3大板块的课程当然这课程是要收费的。第一个课程呢叫丰盛课，也叫做财富课，号称能够提升学员的海底轮能量，帮人多赚钱。学费不贵，1万元上2天课就完了。第二课呢是关系课，号称能够链接主灵能量，改善各种人际关系，学费2万上2天。第三个呢是影响力课，号称呢能让学员和神进行交流，提升领导力，学费3万上2天。3门课程也可以打包来出售，卖价5万。但是呢这只是入门的，学员的学费还分等级，从15万、30万、50万、100万不等。张馨月说，交的学费越多，你能够得到的宇宙能量就越大。到了2013年，已经攒了巨额财富的张馨月不再亲自上课了，他安排早期的学员姜继英等人来代替自己授课，自己呢则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加拿大。紧接着呢，他让骨干导师们也在加拿大买房定居了。他还在法国搞了一个叫做创造丰盛的组织作为总部比他大4岁的亲哥哥张达哲来作为骨干，他和前夫生的那个女儿毛毛也在那个总部里打理事务。到了海外之后呢，张馨月又搞出了更离谱的敛财项目，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全息图的概念，说这是一张能够规划人生的图纸，学员呢只要交纳200万美元就可以晋升到理事的层级才能拿到这张图。但实际上呢，这张所谓的全息图不过是一张 A4 纸而已。还有一个更搞笑的叫生死回溯课，也叫做海岛课，只能在海岛上，在这个吉普岛、巴厘岛等海岛的国家上来上这个课。上一次呢收费是5万美元。这个课程的理论是什么呢？这个课程的理论是人是有前世今生的，灵魂永生不灭。你的颈椎不好，颈椎经常疼，脖子经常疼，是因为某一世你的头被砍下来了，你拉不出屎来，可能是因为你前世因为膀胱疾病死亡的。那么如何解决呢？通过打坐冥想，找到那个非正常死亡的前世，释放细胞的记忆，今生的病就好了。最离谱的是国际导师的头衔，想要拿到这个头衔需要交1.4个亿才能拿到。2016年，广西、山东、山西、辽宁等地区的公安机关陆续接到了群众的举报案查处取缔了以张馨月为首的创造丰盛非法组织，境内的部分骨干成员被判刑了。但是张馨月和核心骨干呢早就逃到了境外。2017年以来呢，他们采取了境外遥控指挥境内的方式，把创造丰盛改头换面，包装成了奢活艺术馆。这些奢活艺术馆表面上是读书分享、插花、美食品鉴等高端的会所，实际上呢是洗脑据点和敛财的机器。他们借用学员的身份证件，通过正规的途径注册公司。最猖狂的时候，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了400多家的奢馆。他们建立起了张馨月国际导师、海外理事、国际督导、奢馆馆长5级的金字塔构架。每个层级都要交15万到3000万不等的费用才能升上去。奢馆的导师会通过直播向学员们展示张馨月等人在海外的奢靡的生活，吸引学员们交钱。他们开设了心灵成长、点石成金、生命怒放等课程，用心理学、成功学催眠术、宗教迷信等手段对学员进行精神控制和洗脑。他们会先收集学员的信息知道学员的职业、收入，有没有房，有没有资产。只有那些有一定资产的人才会被筛选为种子，有资格被邀请到海外参加所谓的盛典。在那个活动现场呢，5、6个种子一组，组长呢负责给他们洗脑，天使呢负责安抚，反馈员负责记录，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软硬兼施的逼你卖房卖车，借钱来交学费。
就是你一定要交钱，卖房子、卖车，什么跟家人什么闹离婚、跟家人闹翻，你都一定要交这个钱。天使就去负责去拥抱他，去爱他，去赞美他，说你看你不要生气嘛，他也是为了你好啊。那个来，那个喝点水啊什么的，吃点东西啊什么的。天使就负责给他爱，给他关心，然后他生气了给他哄好然后如果他伤心了就抱着他让他哭。组织里面有一句黑话叫做上行，就是交钱的意思。交钱呢就能够传播大爱，交钱就能成长。还有一个词叫做清空，那个意思呢就是全部的资产全部交出来，变得是一无所有。张馨月的组织总共诈骗了35个亿啊！比这35亿这个数字更让人心碎的是那些被毁掉的人生。顾瑶44岁，是张馨月最早的学员之一，追随了张馨月整整18年。2006年，经商小有成就的顾瑶偶然就走进了张馨月的美容院，从此呢就踏上了不归路。2007年，他花费了15万成为了第一批学员，后来呢又跟着张馨月去海外发展，前前后后投入了300多万呀。10年的时间，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让交多少钱你就交多少钱。但是当你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去帮你。当顾瑶终于清醒的时候，不愿再为张馨月卖命的时候张馨月指使所谓的国际导师对他进行了殴打。顾瑶被打的是鼻青脸肿呀，他的那个被打的照片触目惊心。他还被威胁不准回国，在加拿大他一个人躲在衣柜里面，所有的银行卡的钱都上交了，身无分文。而体系内的那些所谓的导师对他却是冷言冷语啊。最终呢，她与丈夫离婚，自己还背了外债。苏念42岁，名牌大学毕业，曾经是世界500强的高管，年薪上百万。2019年开始学习张馨月的心灵成长的课程之后，被花言巧语迷惑，辞掉了高薪工作，跟着张馨月去了海外。短短5年时间，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近100万的外债，如今呢只能靠母亲的退休金勉强度日。于兰50岁，原本是成功的职场女性，为了晋升为所谓的国际督导，她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到处借钱凑了600多万，最后呢落的是离婚收场，债台高筑啊。蔚兰，一个23岁的年轻女孩，被张馨月的组织洗脑之后放弃学业，她到处借高利贷，5年的时间里借了100多万，年纪轻轻就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整个人生都被毁掉了。在张馨月的组织里几乎没有人见过张馨月本人，也没有听过她的声音，但是学员们每天都得朝拜她。有学员意识到被骗之后试图报警，结果呢被组织的高层人员监视殴打，一度被逼的是想自我了结呀。就算报警了那些被深度洗脑的学员反而觉得报警的人才是祸害，在他们看来，报警打断了他们所谓的修行，会产生所谓的业障。2024年5月15日，公安部指挥各地公安机关对奢活艺术馆专案实施了全国统一收网。2025年1月9日，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人民法院以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对苏念瑶等8名被告人公开审理。1月17日，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8名骨干成员分别被判处了7到9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和罚金，8名被告均未上诉。根据办案民警的介绍，张馨月的奢馆项目裹挟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万余人，已查明的非法敛财的金额超过了35亿元。这些钱呢，大部分都被转移到了境外。有报道称，当办案人员打开了张馨月的境外账户的时候35亿赃款已经化作了22艘游艇、37套豪宅。但作为头目的张馨月仍然潜逃境外，至今都未被抓捕。张馨月编织了一个华丽的梦境，成为拼图就能飞升，交钱就能连接宇宙能量，下辈子不用再来地球受苦。而那些深信下辈子不用来地球的人，这辈子已经被张馨月亲手毁掉了。在生活当中呢，人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困境，但需要记住的是，物质世界的问题只能由物质世界的答案来解决，企图通过虚无缥缈的灵修来解决生活困境，那只不过是逃避现实问题而已。好了，这里是海岩说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